哎，有很多热心的粉丝很心疼我，问我这老二都出生了，我是不是很思念拿铁他爹老铁？我跟你说，我给你们的回答是认真的，也就一般。我走的时候吧，他200斤，这到了加拿大以后，他不是得给他妈交伙食费吗？结果他就有一种就来中国之前得把伙食费都吃回来的心理，给自己吃到了215。我生个孩子没长妊娠纹，他长一墙。所以其实我现在吧，如果说爱如潮水，那我这个潮微弱的吧，可能连冲厕所都挂壁。我为啥不想他呢？首先吧，他特别山，就刚开始我以为就他这样式的呢。后来我第一次去加拿大去他家，我发现他家人搁地上出出溜溜的，一人脑袋上顶一朵云，就是山云，都那味儿。他们的解释呢，就是他们老吃奶制品，所以出这个奶味儿。但是呢，你说我奶天天吃自己家下那臭大酱，人家可是个很清甜的老太太呀。反正不管咋说，她就膻。完，我记得我刚生完崽崽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妈来找我谈话来了，抱个孩子说，就是妈妈一定要跟你谈谈，妈已经要憋疯了。就是我知道天下的母亲都不想听别人说自己家孩子不好，但是你没发现咱家孩子一股怪味吗？你说本来多好个孩子，咱讲话的，大眼包皮的，结果不到1个月跟他的山爹一个味儿，辣眼睛。我说我没闻着啊，我妈把孩子呱一下往我脸上一怼。来，你认真一点，你作为一个母亲，你打开你的嗅觉，你关掉你的偏见，你闻闻你孩子脑袋这味儿为啥相见不如怀念？完，我妈还心疼我呢。我有时候就寻思，我这姑娘命有多苦，找个对象大白胖的，啥都没有，本来就寻思图他改良一下咱们短黑丑的基因嘛。咱讲话咱救个孩子，结果没想到他那个山爹白鹤山还买1赠1，我跟你说贪小便宜吃大亏。但是我吧，我还是很理性的，我没信宿命。我用这个地理学的角度研究了一下我妈的分析。你看我妈说这孩子吧，最冒味儿在天灵盖，盖住得用塑料袋。我就发现我大胖媳妇抱孩子这么抱，她晚上经常就孩子脑袋往这一夹，然后孩子撂她胳膊上，然后她这手玩电脑，然后就说自己带孩子。然后她在爱出汗，孩子的头发呢细密而潮湿，就把她这点精华就全吸进去了。所以有时候我寻思我这姑娘有多可怜吧。他的中文名应该叫张以勋，他还有个反正就是啥呢，嘴碎，就一天就跟着我后边磨磨叨磨磨叨。那我呢，就是整体来讲是一个干大事的性格，说白了呢，就是起居极其凌乱，需要他在我后边收拾屋。他对这事儿呢就越来越不平衡，他也曾数次质问我，是从什么时候咱家的家风变成了这般模样。我说的咱俩婚礼上，人主持人就说了，恭喜老张家娶回来一个大胖姑爷，你那老破汉语你啥也没听懂，你呱呱搁那鼓掌的。你不就是用你自己215斤的灵魂向世人展示了什么叫把你卖了替别人数钱的吗？然后这回张拿铁出生了，他天天跟他儿子视频，还跟他儿子唠这个就是嫁入铁岭以后他的一些心得呢。冰上避免大屁腿，雪天不能鸡大轮，结婚不能倒插门，找对象别找着得了人。所以刚开始我离开他那几天哈，其实我挺爽挺乐坏了。但是最近就是张拿铁出生了以后，确实是我一点干任何家务的时间都没有，有点思念这个小管家。你以为我要表达我对他的爱吗？你错了，我精神出轨了，我给我的夫君找到了一个代替品。现在我真的每天就把他一打，连扫再吸再加脱，各种浮灰毛毛、果汁奶渍小饭粒儿、狗粮猫砂大鞋印儿。他这个高速旋转跳跃不停歇的设计，即使是旧的年的污渍也能清晰清楚。人家身板薄，长得细溜，哪儿都能进，哪儿都能够得着，不像我大胖媳妇哪都进不去。关键人家还知道自己干活干埋汰了，回去洗澡，省着埋汰的拖布越擦越埋汰。你看洗完了，人家自己还回原地继续干，不像我大胖媳妇儿，洗个澡还得整个泡泡浴，再喝杯香槟，出来不干活还得听着肖邦抠1年脚。要说人生的反转，命运的轮回，我大胖媳妇儿老夸中国机器人，中国机器人，结果今天自己的婚姻被中国机器人就这么给取代了。我要疯了！这外国人和我们旅游的文化差异太大了，旅个游给我折腾完了。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桂林，就是20元人民币上面美景的原址漓江。上船开始，这导游吧，每隔一会儿就会拿个大喇叭跟我们说：“大家请注意，右手边叫大象吸水，左手边叫骏马回眸。”又过一会儿说：“咱们现在右前方就是中外闻名的望夫石。”他们呢听不懂就极度好奇，就一直问我导游说啥，导游说啥。我说导游说问你这个石头它像一个什么？温迪说它像一个石头，一个石头。我说你看啊，这个石头站着望向远方，因为她的丈夫没回家。温迪说那等他干啥呀？还站着等？他不回来应该也是在外头喝酒呢。我要是这石头，我早把门反锁了。这石头应该叫再见爱人，再见爱人。反正你跟他们说啥像啥，他们都理解不了。这外国人吧，他看山就是山，看水就是水，他们的景区就是纯景，不附加任何故事和意境。咱们呢正相反，咱从小就背古诗，就得背意境。你写作文要是不用象征拟人排比句，真影响你中考高考得分率。但是他们没有，他们的脑回路是直的。
可以说只有脑路没有灰，没有灰。前几天我爸跟温迪讲这个李白的“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似银河落九天”，我爸是这么翻译的 ：Water 哗哗哗哗哗 ，like a stars， 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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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。温迪说：“哦，我的上帝呀，星星都干碎了！李白这是一部灾难片吗？灾难片。”他们虽然不理解易经文化，但是呢还贼好奇，就一直问你问题。我不回答就问我爸，我爸解释了一天每个石头像啥。温迪最后说：“你要是硬逼我说，我最多能承认的像块姜，像块鸡。”晚上10点回民宿，还拉着我爸要去天台游泳，游到半夜还得我出来喊所有人现在都回屋刷牙睡下去。我以前是俩孩子的妈，温迪他们仨一来，我觉得我是6个孩子的妈。而且我发现老大温迪最不好带，给我爸整的体力不支，第2天说自己身体抱恙。我去他屋一看，老头啥事没有，喝啤酒呢，就是不想出去被折磨了。我说爸，你休想让我承担这一切，我跟你一样，我可没有他们的体格子。所以最近我在尝试这个奥家宝金萃鱼油，一粒就有1.28克的欧米伽3，超浓缩含量高，还添加了维生素 E， 每天1粒，10项全能守护，很方便，给我这种又得工作又得带孩子，身兼数职下疲惫不堪的中年人打造。后来大胖媳妇来广西找我们了，我跟她说，我说我爸还有导游就费尽心思跟他们解释这些石头像啥，你妈和你妹妹们完全不懂。大胖媳妇就找他妈谈话去了，说你们这样吧，有点折人家面子，你们配合一下，人家说像啥，你们就先说像，完事再自己琢磨。这下好，第2天温迪他们跟我们去溶洞，又是一个凭想象力的地方。温迪他们谨遵教诲，一直在捧场。他们带着一个导游耳机，能说英文，告诉他们哪个石头像啥，他们就一直夸。哦，对呀，好像啊。耳机说面前的石头是个笋，温迪就是啊，多损呐，多损呐。但是吧，他们那个耳机有点问题，它慢半拍是错位的。耳机说面前的是一个孔雀，温迪说：“哎呀，真的好像孔雀呀，太生动了。”其实他们面前的呢是金猴回首，孔雀还没到呢。我说温迪啊，捧场捧得好，但是捧早了。这个是金猴回首 ，Monkey look back。温迪说：“啊，等丈夫猴呢，我懂，旺夫猴，旺夫猴。”今天翟奥达过生日，他最近新结交的一群小朋友要一起去滑冰，我和他爸也带他去。到了那儿之后，有个小男生和他爸滑冰特别厉害，短道速滑，身手非常矫健，英姿飒爽。翟奥达就看了他爸一眼，我说：“你别吱声，你只要敢问，你爸就敢会，到时候跟炸雷似的，你也别找丢人。”我俩以为能躲过这一劫呢，结果我大胖媳妇人自己上去，还跟大家报个幕。我跟他们父子的冰种不太一样，我练的是花滑，我拼的不是速度，是那种就是更复杂的、更有表达的东西。羽生结弦知道吗？就是那种感觉。然后他就开始了他的表演，下面请大家欣赏羽生结弦的未知师兄羽生结节的花样滑冰表演。炸雷，炸雷，炸来呀，炸来呀！改革经济轮大锤，大锤呀，大锤呀！改革经济轮炸雷，轮大锤，轮大锤！改革经济轮炸雷，轮大锤，轮大锤！老头你好，炸飞嘞！炸来呀，炸来呀！改革经济轮大锤，大锤呀，大锤呀！改革经济轮炸雷。哎呀妈呀！我说这是一种什么花样滑冰呢？他说花样滑冰讲究一个跳一个转，跳有没？转有没？你说他啥也不是吧？他有一点莫名的童子功在身上。你说他滑得好吧？又感觉那童子功让童子尿给憋着了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说实话，你为什么要上去？渤海都震了，没有人强迫你。你说周围一圈人站那笑话你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我老公说那有啥的？你看跟谁比呗？你非找那个比我厉害的，那永远有。那我还不跟他们比呢。今天在我女儿过生日之际，我是在用实际行动向她示范，你做的所有事儿都不是为了达到别人的标准和期待你才做的。我被他们笑话了能咋的？我把他们惊艳了又能咋的？一会儿吃煎的时候能多打个蛋呢。我滑的挺开心，你挺开心，女儿挺开心，完事儿了呗。你周围那些人除了滑冰场谁认谁呀？我觉得他说的挺对。